就出了一个什么安拉的袜子的事件嘛，真主袜真主袜，非穆斯林对伊斯兰会产生反感，我不希望，我曾经也是过来人嘛，说期待哦，我觉得更多的是恐惧和纠结。你好端端的，你读大学还读了个硕士出来，还去，怎么你要变成马来人啊？我会对他有一种很莫名的愧疚感。我理性告诉我没有做错事，这个福建话叫警欢，非常具有侮辱性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对家族留下一个很大的污点。我妈妈曾经说，我怕你成为穆斯林之后你会遗弃我啊，你不要我啊什么，他都是他在恐惧上。将伊斯兰妖魔化，对，将爪伊文妖魔化这个我就要跟你说。感谢你的这个时间我当然有这个机会啊，我也不想放过你，因为我对华裔穆斯林还是非常感兴趣。对。当我想更多了解拉玛丹的时候，我就想到华裔穆斯林。你觉得像华裔穆斯林算是一个相对小众或者孤单的群体吗？在大马？如果根据这个数据显示人口它是马来西亚华人总人口的 0.01%， 华人总人口的 0.01%。那你当时决定加入穆斯林，一定会有一个时刻，你突然觉得 OK， 我下定决心了我就要加入穆斯林了，一定会有这个时刻，对不对？对。他那个时刻你可以形容一下。先说一些简要的说一些我的之前的信仰背景我从小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家庭长大嘛。如果你说到马来西亚华人家庭，就是主要以佛道儒三教或者是民间信仰就什么都有的混合体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长大。然后我差不多到了12岁的时候，我觉得那我觉得科学理性是来得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就决定成为了一段时间的无神论者。然后到16岁那年呢，就成了基督徒，就研究圣经嘛。然后到了22岁就成了穆斯林。还好你跟我介绍这个背景，所以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变化之前，所以说我怎么能够会去信仰基督教，主要是因为有圣经，有说到这个神，说到这个审判日，这两大概念所以我就成了基督徒。但是我在接触了古兰经之后呢，就发现古兰经它是一本1400年前都没有变更过的一本阿拉伯语的经书。它就是说1400年前被启示给穆罕默德先知的时候是那个样子，今天我们手上读到的你随便翻都是一样的，只是可能标点符号上的标法不一样，但是字是一样的。就因为这一个点，我就决定成为穆斯林就这一个完全是因为这个点吗？因为我们说世界上各大宗教嘛，有不同的这个都在教着好的东西，但是说对于确定性这件事情，好像我们说要买保险嘛，要买保险、活险什么险之类的。对于我来说，我信一个宗教，就像是我对我的人生买了一个保险。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这个审判日，真的有生死之后还有一个审判之日，那么我要选一个最好的品牌的保险，可以确保我今生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值得的，都是有依据的。我也不是说其他宗教没有依据，只是说对我看到古兰经的这个形式，1400年前它的传述的方式，它被背诵的方式是非常的完善的这个系统，我们叫传述链的系统打个比方说，你会唱中国国歌，你老婆也会，所以当你唱错了一段的时候，他就说你唱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没背过中国国歌，我是背的是这个马来西亚国歌。同样的，别人唱错马来西亚国歌，我知道他唱错什么部分，所以古兰经被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紧紧的被记在心中，它就是一种怎么说1400年前这种保存方式。以前的纸是非常稀有珍贵的，是用这种背诵口述的方式去背诵下来，所以就这样子传述到现在1400年前这个古兰经，它的这个我们说保存度吧，这个就让我非常信实的一个点。言下之意就是其他宗教它的教义在随着时间的变化是有过一些变化。它都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它变化几多，多大有了多大的变化，但是它呢都是好的。我们这样一看都是好的，是好的教导，孝顺父母啊，行善啊。只是说我们说伊斯兰有5功嘛，你要念礼斋课朝，那为什么你要这么干呢？一天为什么要花5次的时间来礼拜呢？
必定有后面的一个说明书嘛。我要确保这本说明书是这个厂商直接发的。对，原厂说明，对，可能就不是谁说，不是谁说，就有一个根据嘛。这一点就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所以这是我的理性出发。那是在你22岁的时候，22岁的时候。你现在多大呢？30，有8年的时间了。那你本来打算加入穆斯林的时候，你的想法是要有没有带着一些期待？就加入以后会怎么样？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与其说期待，不如说恐惧。怎么想？现在就进到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的困境了啊。OK， 如果你对难免会讲到这些嘛，这些民族色彩这个部分呢，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这2大种族都是有一些渊源的。是，怨气也是不少。这些历史你可以慢慢去考察了。所以这就对华人非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是马来人的宗教，甚至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我在研究伊斯兰的时候，我发现，即使我的这个理智告诉我，古兰经是真理，是神所启示100%的这个启示，怎么说每个字，但是呢，在情感上，我必须和穆斯林有一种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一种怎么说？家人，类似家人的关系，但是我的情感上却不愿意和这群人混在一起。这个是我的一个。那个是初期还是现在也是这样？初期。OK， 对，所以呢，那时是你说期待嘛，我觉得更多的是恐惧和纠结，在食物上只能说马来西亚华人吃的会稍微清淡一些，那马来人的煮的方式又不同了，所以信仰对我来说还好，但是在生活转变上。我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自己了。清真饮食那你22岁的时候对这些是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吗？还是只是知道，然后义无反顾的就要加入？知道义无反顾，但是还需要时间来适应。那实际的困难比你想象的大还是容易多容易得多？这个是一个有些什么因素帮助你很快的就转换和适应，加入了穆斯林吧？这跟人有关系。不吃猪肉不喝酒。我平时都对这些都不怎么去碰然后就算不吃猪肉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可能就这个鸡肉我必须吃清真的鸡肉嘛。我就说妈，你可以煮给我吃，但是我必须是买这一间店清真的鸡肉，你就可以煮给我吃了。或者你煮海鲜给我吃也没关系，也可以就清真饮食我需要和我家人沟通，因为信仰上并不只是我向着谁拜那么简单，而是我整套的生活方式嘛。我预想的一个可以想象的情况，就是因为华人加入穆斯林，他不像马来人出生以后就已经加入了穆斯林，那你的转换和面对的困难，还有你身边的这个群体的压力应该会更大一些。对，我在想比方说你家里。你现在是穆斯林，你家里人呢？都不是。那也是大家对你还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你适应的很快嘛，所以我的假定是他们对你的这个认可也好，或者这个允许你的加入都是 OK 的嘛，不太艰难。前面不太艰难嘛，前面早期的2-3年，就是我们说经常有这些吵架啦，这些很多上演很多说 drama 戏剧性的一些东西，对，都不太能接受，因为我妈是50年代出生的，不太能接受，所以她就觉得，你好端端的供你读大学，还读了个硕士出来，还去，怎么你要变成马来人了？对你，他们说就是我们这个福建话叫吉欢，吉欢是进马。进马来人的意思就我信了伊斯兰，我成了穆斯林，就好比我变了马来人，变成了马来人一样，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对他们那一辈是非常具有侮辱性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对家族留下一个很大的污点。那前2-3年让你觉得最难过的一个，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坎是什么样的呢？最大的坎就是我以前回家就归信以前回家是期待。但是我在成为穆斯林之后，我回家我要想的是，这是要怎么样安慰我妈妈因为我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我爸爸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我妈就那种望子成凤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种，就觉得我要把你栽培好，但是你一毕业了，你就成为了马来人了，你就成为华人的羞辱了，你就成为家族的耻辱了，这样子，所以会对他有一种很莫名的愧疚感。我理性告诉我没有做错事，对，我就是信了一个我认为是真理的信仰，我也没有杀人犯，我也没有抢你钱，我也没有干什么，我就是个怎么说一般的老百姓，对，安居乐业这样子。但你的感性上，我妈不能接受我妈觉得你这样子太过分了。对你是被你妈这个感受反弹回来，又导致自己好像有一点愧疚。对，所以就有很多理性和感性的斗争。后面是怎么改过来的呢？后面就感性和理性的冲突。直到我结婚了之后，生了这个我的女儿就基本上没事了又有一个心软了，他可以宠爱这个，对，所以他的理性3年前就已经前面3年就解决了。那第4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就是他孙女，就帮他填满了这个感性的部分。那这样的情况发生，会不会有些华人就跨不过身边的这种 peer pressure？ 确实是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和更多的华人穆斯林接触，你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说不出来那种。你问他你有什么不好，也没什么不好，他就觉得自己也融入不了嘛，融入不进马来人的群体，也融入不进华人的群体。这个就他们觉得好像四不像这样子。但你才30哦，我和你今天的短短的接触，我觉得你是一个心无旁骛、没有什么杂念的人。对，从你的回答，从你见面在做一些事情，在旁边等待，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安之若素的，泰然处之的这样的一个人。对，我相信你是适应的很好。可以了。一方面也是怎么说，伊斯兰里面教我们如何去交托嘛。因为我发现人生很多各种大大小小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嘛。既然不能控制，交托交托给真主，托付给真主。对，就我做好我分内该做的事，书读好，工作做好这个孩子养好，其他的就不是我分内的事情了。作为一个非穆斯林我还是要问一些基础的，就是哪些让你觉得这几年变成了一个合格的成熟的穆斯林以后，你觉得生活变得更好，感受到这个更加积极的是哪些方面呢？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个把自己的身份完完全全的阐明了，把我们说产品定位嘛，我就把我身份定位了。你一定是科技公司的，听了很多张琪老师的课，所以回来就是对于我个人最大的转变，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是一个人，我不是神。我就算能够自大，就算想要有追求什么梦想，我就算想要成就一些事情，我必须记得我是一个人。在这个阿拉伯中有一个字叫做 ABD Abd， 是奴仆的意思。所以在伊斯兰信仰中，每一个人在崇拜真主的这个追求真理这个路上，崇拜真主这个路上，他是主，我们是仆。所以将这个主仆关系弄清楚之后，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就我是仆人嘛，不应该管主人管的事情。那有些事情就让主人管。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这个怎么说收获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在精神上的一些转变。对，精神转变，使得你在工作也会变得更加顺利。对，你说顺利也不顺利，就挑战还会在的。你不管你是不是穆斯林的哈，是。老板还是那个样经济也是那个样钱就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这个心态的问题可能每个月3-4千马币可以用吗？可以用，但是我在用的同时，我是不是应该感恩我所拥有的东西？就回到一个基本嘛，感恩的心。对，你看花出去的钱，可能我们是一样的，对，但是收获的幸福感，我们可以是不一样的。对。那么如果这两个比值一比的话，你就这个更加虔诚，更加有更高的幸福度嘛。我讲满足吧，满足感。对，那你能跟家庭关系的相处和小孩之间的相处你觉得就是什么转变吗？我就说我和我妈妈吧。我在归信之前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人。获得一个点就是说，对于穆斯林来说，你的天堂在你母亲的脚下，
哦，这个格局，这是指自己的生母吗？不是那个 Mother of Nature 那个？哇，对，就我的母亲 ，OK， 我的生母。然后呢，有一次就有一个圣门弟子，就是这个穆罕默德先知的门徒，他就问，先知，我应该对谁做的最好？然后先知就说你的母亲。然后他就问，然后呢？先知就说你的母亲。他就问那然后呢？他说你的母亲。足足重复了3遍。然后呢，他就问那然后呢？你的父亲。所以我一开始就在研究啦，在成为穆斯林之后就发现，母亲女性在伊斯兰的一个地位是非常之高。然后还有一个古兰经经文就说，你必须对你的母亲非常礼貌，父母非常礼貌，你就不能一声，你就不能拉个脸给他看也不行。所以就这种非常敬，我就说孝敬的这个，我可以完全在古兰经中看得到。我觉得这句话超有力量啊，在我听起来，因为你孜孜以求的东西，天堂，那他告诉你说，在母亲的脚下，这是你践行好最基本的事情，把你的 origin 这个服务好，对，那就是通往天堂的一条路，好像在这样讲。所以我妈因为单亲家庭嘛，我妈妈曾经说，我怕你成为穆斯林之后你会遗弃我啊，你不要我啊什么，她都是她内心的恐惧，在恐惧。我就说，妈，那你说对了，我成为穆斯林就是你的愿望被真主听到了。所以呢，我如果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我必定会非常的孝敬你，而且也不敢把你送去老人院。我就说，就算我的感性可能不孝顺你，那我的理性必定会孝顺你。我说你都万无一失了。相当于给妈妈也是个保险。所以我在归信之后呢，我和我妈的这个怎么说感情距离就更加的深了。对，所以出门都会牵着她，挽着她的手，然后就觉得你和你孩子怎么那么黏在一起。哇，这个真的是为你非常高兴。对。那在华人只有1%嘛，皈依伊斯兰。对。那是什么使得它没有变成2%、3%的这个比例呢？你的观察嘛，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一个趋势嘛。对，就是它的比例有没有变得更高，或还是在近年来可以看得出更多。OK，主要是因为这个时代思想的变化。我刚刚所说的这些民族色彩啊，如果你对马来西亚这个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这个513事件啊，什么马来人杀华人这些东西，在年轻一代，我就说90后还好，00后可能就觉得基本就淡化了所以他们在我们说异族通婚这件事情，我娶马来人或者我嫁给马来人这件事情，不是再那么的奇怪了。变成一种司空见那就结婚呗。也就是大家的这种沟通和互通变得更多了。对，更多了。也更国际化了嘛。我还有个好奇啊，如果不太妥帖的话，那请告诉我。就是我听很多朋友啊，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各族之间的相处啊，和他们小时候可能是90年代或在之前，好像变得更加的极端。也不是谈不上极端，就是更加大家你归你的，我归我的。他们跟我举的例子就是在他们小时候和穆斯林都是坐在一起吃饭，但是玩的也更近。那他们呢也没有现在的这么严格那个时候好像更加开放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认可，就是穆斯林更加的穆斯林化了。那这个我不知道你的见解是什么样？这个是一个可以谈的问题吗？可以在有一些华人群体中会说到绿化。绿化大马这样子一个词语啊，你可以看，就对他们说比较敏感。我觉得这个要看地方上的这个两极化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怎么说？你知道华人新村这个概念吗？知道。就这个村全都是住华人的你每天华人和华人交往，那你就只懂华人的事情，你不知道马来人那边，马来人的这个甘榜的这个区嘛，那他们就没有交流。大城市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有些区就我们说普琼普种这个部分就是华人为主的地区。好像这个冈蓬巴路，就是这个马来为主的地区，还是有这样子的两极化出现的。但是除了这些地区之外，各族之间的这个交融还是非常的好。所以你觉得更多是因为本身城市发展这个造成，包括在华人新村的一些特殊时期的这个设置。华人新村还存在所以我们是不能避免的，只是没有那个铁栅栏了没有晚上一定要回来的这个要求。对所以就是说取决于怎么说。
思想上嘛，好像你说你第一次来到清真寺，清人清真寺，是我见过50-60岁的马来西亚华人，非穆斯林也是一辈子没有去过的，那天也是这个开斋节期间带他们进来这个来这里参观，吓到了这样子，是，所以我说它要取决于你在什么地区了，好像我是因为就读这个大学预科班，所以就有机会接触到特别多的马来人，OK， 才开始的去了解原来宗教是这样子啊，原来伊斯兰是这样子，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恐怖，这是打引号啊，所以有些主流媒体或甚至是报章，他们会有一种措辞方式，将伊斯兰妖魔化，对，将爪伊文妖魔化，你都待了1年，你都会感觉到这些字这些东西吗？对，因为它会吸引眼球嘛，吸引眼球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大马的媒体也不是那么的严谨，说实话，因为我看了很多报道，我也反驳了很多报道，我觉得他们只是抓住字眼放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报道这个事情而已。所以最近也是出了一个什么安拉的袜子的事件嘛，真主袜真主袜可以谈了啊，可以，所以。有些东西像这种事情，我既然可以谈，对不起啊，我觉得了解。可以和我谈。那在你们平时教导的时候，或者大家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这种事情，一起去杯葛，或者有其他的说法？你要看那个穆斯林群体是不是被牵着鼻子走的那一种。他确实有他的敏感程度在，但是我们说，既然非穆斯林方这个店家已经妥善处理了，已经道歉了。那就必须息事宁人啊！是我们不应该是，我们身为一个穆斯林，根据古兰经的教导，我们必须去非常宽恕一个人，而且他也不是故意的嘛。我们相信他不是故意的了。对，我们必须有一个字叫善猜就是善良的善，猜善猜，我们叫什么 husnuzon 这个阿拉伯也叫 husnuzon 必须善猜，但我不要觉得他是特意故意要来挑衅我。其实我觉得你的说法是非常理性的。必须理性啊，也是和国家元首的说法是非常符合的。其实我觉得，那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想，很快，但愿它可以更加圆满的结束嘛。宗教部部长也是这样子发言，只是说非常好，有些东西就政治化嘛。对，如果你发现因为有政治这个东西存在政治呢就特别喜欢用宗教和种族炒话题，因为这是一个常青课题 ，evergreen，你在什么时代都可以用。你说马来西亚建国60多年之久了你竟然还可以再用种族和宗教做课题来怎么说聚集你的选民？其实我就非常开心啊，就听到穆斯林的兄弟是觉得不要去拿去炒作嘛。这个我就要跟你握手。虽然我是代表外国人，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他会将宗教以下。然后他看到的整个群体都认为和政治人物讲的是一样的，大家会有这种极端的看法。因此你看他们如果迁怒于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话，那可能也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对不能光看到说这个 KK Mark， 我个人觉得说也是一样，只要去理性的对待就好。对，理性的。毕竟理性这件事情很耗脑。我们在这个著名的书《快思慢想》也看到系统一系统这些东西嘛。丹尼尔·卡尼曼。所以我就说，人家要极端，要情感，要去跟风，这是一个人本能的趋势，除非你确实去动脑。在古兰经也说若是你有去思考我的迹象，这个世界上是谁创造的太阳、月亮、星星日月星辰这些东西如何运转我们如何有食物吃为什么我们能够呼吸科学有很多解释不来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算是不相信神也好，或者是我不要臣服于安拉真主也好，至少我们对大自然产生一种敬畏之心。当然，也不要为了一些怎么说，这些明明一看怎么看就知道是政治挑出来的事，就不要去跟风，不要去怎么说咬着不放，没意思。对，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极端的一些利用政治来炒作的人，他就不会有市场。对吧？我觉得跟大家的思考有关系。他们都抓到人性没办法，去玩吧。好，那在穆斯林的话，你们在斋月嘛？除了大家知道的这个从白天到这个日落之后的进食对还会有些什么大家不太清楚的吗？禁忌吗？我们说在封斋期间，合法夫妻之间不能行房，不然会坏斋。坏斋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的斋
风灾不算数。然后就我很较真啊，我问过这个 AI 啊，我说只是指白天不行，还是晚上？就白天不行，就开在以后随便你啊。然后吸烟也不行哦，因为有 intake intake 对，这2个吧。还有什么来着 ？OK， 斋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我在言行举止上，我必须要克制自己，这是斋戒月的本意真正的本意，克制自己。我如果是特别喜欢发脾气，很喜欢说出口，那我就不应该说，克制自己然后我平时如果会打个比方说，有些人他可能在可能他平时白天会去浏览什么色情网站，那就不应该在白天的时候尽量克制自己不是说晚上就可以去浏览，就是说你尽可能的克制自己各种的恶行坏习惯。对那你在斋月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4的时间嘛，有没有就说去像他讲的去原谅？因为我知道这个原谅也是他的精神之一嘛，对，让他斋月之后大家的关系可以重启，建立一种新的一个开始。我基本就和别人没有什么瓜葛吧，就觉得不要去想这些。对呀，这也是做得好的。好的。你对我们非穆斯林有些什么建议吗？或者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话？我觉得怎么说？可能在某些政治立场或者是政治大环境下，非穆斯林对伊斯兰会产生反感。我不稀奇，我曾经也是过来人嘛。但是如果能够有这个有心去阅读、去看、去了解，什么是伊斯兰，然后穆斯林是干什么的，然后大家都是好事。我们在古兰经中第49章第13节有说，真主创造了各个族群的人，是要让他们相互认识。相互认识，而你们之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之中最敬畏者。所以要互相认识嘛。所以同样的，穆斯林也要学习怎么去了解非穆斯林的一些不同的信仰的一些敏感带不要去碰不要去踩。对。哇，我觉得这个可能至少像我吧，我原先在走进穆斯林之前，我是不了解的。我会觉得你们应该会更多的强调单一纯净这个是只追求自己而排斥其他。对不起，这是我原先有的一些错误的对吧？这种印象嘛。对。但是我非常同意你讲的一个路径，这也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要破解大家的误会，那第一步就是先了解。对，必须要先去听。你不要把自己的主观带进来，说把这个门给关起来，那一定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样？是，确实必须了解嘛。因为怎么说，人性对未知的东西都是产生一种自然的恐惧，自我保护机制嘛。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文明人，也不会去打杀杀，也不会去打喊杀这样子。对，必须去认识了。我也很好奇，你的华语为什么讲的这么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标准就是更像跟我讲的更像。我现在不太敢说普通话，也不敢这样讲，因为没有一种标准的华语，但是很标准吧？因为我知道你们小时候学的应该是标准的吧？像广播里听到的也是嘛？标准。你为什么讲的跟一般的大马华人不一样呢？可能我参的中国人比较多吧。参的很多中国朋友。因为我们说我在马来西亚成为穆斯林，我要找一种归属感。在伊斯兰中，它并不严禁我们去寻找这种文化归属感。所以我除了在阅读以马来文和英文为主的这些伊斯兰资料之外呢，我会去找中文的。所以不外乎就台湾香港中国这些国内这些出版社这些，所以就会听就会听这些 YouTube 这些频道。我觉得首先你是一个非常心胸开阔的人，你愿意接受，这可能也是你整个人生轨迹、宗教信仰和现在看待事物的方式有迹可循吧。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所以怎么说？最后，如果大家觉得伊斯兰好像很难理解，那就送给大家14个字16吧，16个字吧，16个字就是你可以直接一目了然。好，伊斯兰是什么那么伊斯兰，我们说穆斯林所要信的呢，是主读经圣报。我们相信这世界上有创造主，他是独一无二的创造主。有一本经书叫古兰经，是神启示给人的古兰经。
一个圣人呢，就是圣人先知穆罕默德，也是人类最后的先知，他接受了古兰经这个启示。然后报就是报应日，人人各有一死，但是这个审判你所这一生所做的是善是恶，是入天堂下火狱，那就取决于我们审判日的表现了啊。这个主读经圣报啊，这是5个字。那么这是穆斯林所相信的东西。那我们因为相信，所以我们要去做。那穆斯林具体要做什么呢？要念礼斋课朝。这就5功了啊，念礼斋课朝。好，这就10个字了。那这10个字了，就5功啊，5功你们可以去看了。然后就是6个字，6个字就是我们说穆斯林的行事原则本该是怎么样？是劝善戒恶治善。劝善戒恶这个很容易明白吧？我会叫人家做好事，制止人家做恶事。然后治善是我的一个生活心态、生活中心的哲学。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不到神，看不到真主，但是穆斯林必须时时刻刻的警醒自己，真主在看着你，真主在看着你的一切，在做的一切。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嘛，头上山只有神明，是就是这种概念。所以人在做，天在看，这种概念的。是，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翻查这个中国这些古籍，天的这个概念和真主是非常之相近的，无形无相，对，这种最至高的这种是，所以就是主读经圣报，念礼斋课朝，劝善戒恶治善。劝善戒恶治善，好，我记住了，这一个就好了。好，我非常开心了解到这个我觉得一定会在未来回头来看，最改变我很多观念的，一定是今天这一天。所以我非常感谢你，老本，你是我的星期五。星期五，好，谢谢。好。